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我们在电路原理课程里关于仿真的第二讲。我们一方面以 MOSFET 为例，来给大家详细讨论一下如何测量它的端口特性，同时也复习一下参数扫描的功能。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仿真功能——直流扫描。在此前的第9讲里，我们介绍了当维持 UGS 不变的时候，改变 UDS。测量 IDS 值，发现它既可以看成是一个电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流源。那么，如果说 UGS 发生改变，等会儿我们会看到，这既可以是一个变化的电阻，也可以是一个变化的电流源。因此，控制量 UGS 可以使得 DS 之间是受控电阻或者受控电流源。那么，在开始这些仿真之前，我们首先来研究一点，那就是说 G 这一端对于电路的其他部分 D 和 S 之间始终是开路的。那么怎么来做这件事呢？我们一样是参数扫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改变 V1，比如说从0伏变到10伏。每一伏增加一个，于是就测量11个点。那么我们的输出呢，就不是 IV2 了，而是 IV1。我们增加一个负号，双击一下 IV1。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使得 V1 从0伏变成10伏，看从 G 端流入的电流是多少。大家看，我们加上网格，横轴是 UGS， 纵轴是 IG 流入的电流。当然，它是一条直线，但是大家需要看到纵轴都是皮安量级，因此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随着 UGS 的改变，从0伏到10伏 ，IG 始终是0。所以这第一点印证了 G 端始终跟 DS 是开路的。所以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 D 和 S 之间是一个二端元件，而 G 和 S 之间的电压是控制这二端元件上的特性的。接下来我们来做另一个扫描，就是重现一下在第9讲里面的那个扫描，只不过呢，我们把 V2 的数值变化范围扩大。我们需要回复 V2 进行变化，从0伏我们变成10伏，每一伏变一个。然后呢，我们的输出呢，把它改变为是负的 IV2。这就是说，输出是 IDS。接下来我们做仿真，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在第9讲课件里给大家显示的那个图像，从0开始起，线性增长，然后变缓，然后趋于饱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是一个电阻，这一段是一个电流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看一看，随着不同的 UGS， 这条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要想实现这个功能，我们需要用到 Multisim 的另一个仿真，叫做直流扫描。直流扫描呢，是在参数扫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另外一个变化的量。我们首先设置参数扫描的量 ，V2 从0伏变到10伏，每一伏增加一个。输出是负 IV2， 这点和刚才的参数扫描完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选择使用第二个圆，也就是说，我们将 V1 从0伏变成6伏，每一伏增加一个。也就是说，我们测量7条曲线。我们来看，这个黑背景不太容易看得清楚，我们点这个，把它变成白背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第1条和第2条和第3条都在这里重合了。那么我们研究一下，在这个0、1、2的时候，这条线意味着什么呢？这是0点，我们可以用游标来拖一下。
大家看这里，全部都是 p 安值啊，所以全部都是重合的，全部都是零值，那就意味着这是一条开路线，任意的 UDS， 但是零值的电流，那就意味着在 UGS 是0伏、1伏和2伏的时候 ，D 和 S 之间意味着是开路。但是如果说 UGS 变化成了3伏以后，就是这条线；变化成了4伏以后，就是这条线；变化成了5伏以后，就是这条线；变化成了6伏以后，就是这条线。好，我们来研究一下这4条线，1、2、3、4。首先，在这个部分，它们都可以看成是电阻，而且很明显，它们是受控电阻，其阻值受到 UGS 的控制。其次，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电流源，而且很明显，它们都是受控电流源，其电流值受到 UGS 的控制。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发现从3到4，从4到5，从5到6，UGS 的变化是线性的，每一次增加1伏，但是输出的电流值的变化，从图上可以看出来不是线性的。IDS 的增加与 UGS 的线性变化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因此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受控电流源来讲，它与我们此前第9讲所讨论的线性压控电流源不一样，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要想讨论清楚它是怎样的非线性控制关系，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仿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 V2 固定为5伏不变，我们变化 V1 的值，看不同的 V1 值的情况下 ，IDS 是如何变化的。那我们现在需要变化 V1， 比如说从0一直变到10，每1伏增加1个，然后呢，我们的输出是 IDS。看到了吗？一开始从0大概到2点几、2左右的时候，电流 IDS 都几乎是0。那么随着 UGS 进一步的增加，大家看到这个 Y2 明显的在增加，而且这个增加的趋势显然是一个非线性的趋势。那我们在此后的几讲里会给大家介绍如何用一个公式来相对比较准确的表征这一个控制曲线。好了，我们关于第2次仿真的介绍就到这里。